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。我們看一下這個克達伊毀滅者，非常巨大的火焰怪物啊，還是說機械火焰機械？我是覺得蠻好看的，蠻喜歡的。那這次也是使用混沌矮人，那也是因為這個單位沒有使用過，想試試看好不好用，然後順便看一下檔案檢討看看。好，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我方的單位哦。首先是混沌矮人勇士帶了4隊，沒有錯，就是在前面擋住對方的傷害了。那至於這一只單體巨獸就看狀況了。我是覺得應該可以在對方的步兵群裡面洗澡吧，畢竟看到他有120的防禦，120的護甲，感覺應該可以，而且他又有永不潰散。我是覺得在步兵群裡面洗澡應該是沒問題。然後這邊寬刃火槍也是帶了2隊，我方遠程非常重要的火力輸出之一。然後這支也是帶了這個舊炮，上一場決鬥打得非常的誇張的傷害，斬殺了非常多的東西，我是覺得燒了不少啊。然後這邊看一下領主帶了這個弓頭，就只是因為沒什麼錢啊，所以領主就帶了一個比較便宜的單位。他這次帶了一個英雄單位，鐵匠術士火焰系的，那主要就是這個重煉、流火披風，然後火焰劍，都是針對這只單體巨獸做一個輔助效果，幫他上狀態，然後幫他補血這樣。而且我覺得他補血效果也不差，補了蠻多，我是覺得那補的算蠻多的。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蜥蜴人這邊。首先，旁邊這邊冷溪洗手算是還不錯的騎兵單位，他有帶盾牌，非常適合拿着盾牌然後去切入那些弓箭手，加減可以做一些格擋。然後這個神廟守衛算是非常強大的打大型單位的東西，它的有反大有破甲能力。它的造價也非常昂貴，但是很好用，要扛線也可以，要輸出也可以。然後就這邊都灵犀大隊蜥蜴人戰士，就比較基礎的單位。後面這個神聖克洛西哥斬殺步兵線非常可怕的單位。然後後面這邊還有這個領主是法師祭司生命系，那也是带大地之血跟再生術，這個是常常带的補血招式。然後這邊有比較不一樣是古賢者之盾，就是在這17秒以內，我覺得這範圍算 OK 啦，35公尺，然後讓大家的士氣提升8點，還有抗性加 20%， 短時間內可以讓我方這些單位稍微變硬一點點。那這邊有一個蜥蜴人百戰老兵，騎乘的是霸王龍，這樣子就有一個反大加成，而且他這樣子針對單體巨獸化會非常有優勢。如果再配合領主這樣子補血，應該會打出非常不錯傷害。然後這邊還看一下，帶了一隻三角龍，攻擊距離是360，算是一個炮兵的射程距離啊，沒有弓箭手可以到這麼遠，360弓箭手這有點誇張。那這邊他有時帶的是毒傷，然後反大跟破甲，那中毒就是非常不利啊，減少速度、減少傷害的。啊，這邊也是蜥蜴人長矛兵、蜥蜴人戰士，比較基礎的單位。好，我們來開始進入決鬥。那這個地圖比較小，所以剛開始炮兵基本上是想打誰就可以打誰。我們看一下這一發炮兵下去，好，有打到東西，不過對方大地之血直接一口就直接上來了。這個是覺得魔法之風太多嗎？因為蜥蜴人戰士我不會想要用大地之血去打他，這個我覺得有點浪費。好，我們再看一下第2發炮
炮彈現在打到誰了？哦，靈犀大隊差不多減少50%的血量。那這一炮下去，基本上就是重創。然后這一隊沒了，他要走掉了。然後我們再看一下第38舊炮下去會打到什麼東西？難道是霸王龍嗎？很可惜，基本上是沒什麼效果。好，對方這個放逐之光過來，我這個混沌矮人沒有拉開，我在拉動這一只單體巨獸，希望他不要被捲到。好，優先打對方的神聖克洛西哥，因為我方的這個混沌矮人勇士打神聖克洛西哥，我覺得打起來会非常的不利。好，這时候就是流火披風跟這個火焰殿都上去，反正能提升能力都給他提升上去，講求就是在短時間之內把神聖克洛西哥給斬殺掉，不要讓他活太久。畢竟他活着對我方步兵線威脅太大。然後我方領主下來先賣個血，不要讓對方的蜥人老兵去黏住我方的這個單體巨獸，因為我怕會很危險。然後神聖克洛西哥他拉走了，然後這時候也是有幫他補血。我方領主這時候賣血賣差不多了，要走了，這個有拖住就好。然後再來就是想辦法就是圍住，把對方這個蜥蜴人百戰老兵給圍起来。然後這邊對方的這個神廟守衛有在這邊支援哦，然後還有在大地之血在幫他補血。然後我方這個很危險，然後我看到神聖克洛西哥又回來，所以就是回來再繼續打，已經不管屁股會不會被打被攻擊，反正一定要先把對方的神聖克洛西哥先斬殺掉，要不然他等一下如果開始轉打了這個寬刃火槍，我方就不會很好受，因為寬刃火槍算是我方的輸出之一。但是如果被神聖克洛西哥黏上的話，會不行，會死很快。那我們這邊稍微看一下，這邊古賢者之盾又開起來了。哦，放逐之光，不過他放逐之光位置有點跑偏了，所以沒有關係。好。這邊又持續在補血哦，讓我方單體巨獸盡可能的去繼續做更多的事。然後這邊神廟守衛開始要過來，我要想辦法離開。那單位都盡可能黏過來，然後霸王龍也黏過來，這個太危險了，一定要先想辦法先拉開，不可以被這麼多反大的單位給黏住，這個很容易就蒸發掉了。好，回頭錘了一下這個蜥人戰士。那我們看一下這邊，我方領主在跳下來這邊幫忙協助作戰啊。這個舊炮對方還是沒有解決掉，這一發下去非常嚴重。好，講着講着舊炮也被對方圍住了，這個非常危險。其實舊炮會扣那麼多血，我猜差不多是。應該是對方的三角龍或是其他單位在後面援助射擊。好，我方這隻單體巨獸也差不多要沒了。這個基本上應該是補不回來了，但是沒有關係，我方還有其他單位啊，還有這個寬刃火槍可以繼續做輸出攻擊啊。那現在就是要靠英雄跟領主下來。拉住對方一段時間，然後再開始做那些火槍，再開始做射擊。好，神廟守衛還非常的健康，這個就是非常可怕的單位啊。好，火槍開始架槍，然後準備開始射擊。
他的攻擊其實很痛，我要攻擊音效我覺得稍微有點特別，對不對？然後這邊也是放着這個火焰劍，再去提升他的那個遠程攻擊力。好，剛好像又聽到一發大炮的聲音了，應該是聽錯吧？因為我方炮兵還在，那就還有。好，對方三角龍的彈藥已經射完了，開始直接切進來了。不過他沒有第一時間去攻擊我方的歡刃火槍。我們看一下，這個法術剛剛有火披風不應該點在這個身上，因為他雖然說有加破甲傷害，不過我覺得稍微有點浪費，應該去點在前方單位。破甲傷害是有加25%啊。好，三角龍點着已經要爭霸了，他被2隊火槍兵這樣子點着，傷害其實會很痛。然後再來就是要攻擊對方的領主啊，因為這個短時間內應該是不會回來。再就是只要把對方領主給拿下來的話，就非常差不多了，就是這場決鬥就是要結束了。因為對方單位也所剩無幾，剩下的不多了。好，我方的炮兵也重新回來了，但是他已經沒有彈藥了，那就不理他了。炮兵只要彈藥有射完，我覺得就算是有值回票價了。除非你射出去的大炮全部都沒射到東西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，沒那麼可憐啊。我們看一下，毀滅者有77的斬殺數，我覺得算可以啦。第一次使用，而且一剛開始他主要是去追對方的神聖克洛西哥。不要讓他活太久，畢竟他如果斬殺掉太多步兵單位，會讓我方的前線會去很快就崩盤，所以第一時間去黏他。然後這個模組數量很少，所以他能打的其實不多。如果他可以在步兵群裡面洗澡，搞不好這個斬殺數可能會更高。然後後面也是靠着這2隊火槍兵在做不斷的輸出，拿下蠻多單位的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影片內容啊！如果喜歡的影片，幫我點讚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